嗨，你好，我是莹莹，欢迎收看哈的荧光笔工作室。那出国旅行呢，我相信都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事情，而且呢，通常都是会心情非常的好，开开心心去做这件事的。所以呢，我们通常都会买好机票啦，订好住宿啦，吃好完美的行程啊，然后一直在脑补一些美丽的画面，想说我的假期就要来了。那这时候就想说，我的 passport， 不知道有没有过期嘞哈？于是呢，就会发现过期了，就要去政府部门 renew 了啦。不过呢，在刚刚过去的这个4月中啊，就有一名华裔男子在他的这个脸书发文表示啊，他本来带着这个美好的心情，带着自己的父母到槟城的 UTC 去更新护照，没有想到发生了一件插曲。他的爸爸呢，在办理这个手续的时候呢，还不错，遇到了态度很好的这个官员，很快就拿到了他的新的 passport。但是同一天同行的这个妈妈呢，却被另外一名官员通知，你需要另外一天来做一个 interview。其中的原因竟然是因为这个妈妈的马来语不好。那他就在这个贴文中指出啊，他的妈妈当场其实是已经用这个马来语念出数字1到10给这个负责的官员听的。不过呢，这位官员还是不满意，他就询问母亲呢这个日历的马来语单字。那这名男子呢就非常的生气，因为他觉得他不断的跟官员去解释说，妈妈因为小的时候家里贫穷，没有机会继续求学，所以呢马来语掌握得不好这个事情。不过呢，这个女官员还是坚持，因为这里是马来西亚，所以必须会说马来语才可以更新护照。然而在后续面临质疑的时候，这名女官员呢不单止没有回应，态度还开始傲慢了起来。后来这一篇贴文呢，就是一出来啊，马上就引起了热议。有一些网民呢就怒斥这个官员啊，小拿破仑作风，根本就是故意在刁难民众。但是却有另外一派的说法，认为啊，马来语是我们的官方语言，所以呢，网友的这个妈妈呢，确实是理亏的。不知道在这件事情上面你怎么看呢？先留言告诉我们。在影片正式开始之前呢，让我们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荧光笔工作室 Highlight， 是全马最热血的知识型频道。我们以科普的方式聊关于马来西亚的社会、民生、时事议题等等。我们除了有街访之外呢，也有访谈哦。那有这么多的内容，有兴趣的朋友，你们已经订阅我们了吗？还没的话，现在就按赞、订阅、加分享吧。我们每个礼拜3跟礼拜6呢，都会准时上影片，让我们一起好好认识马来西亚。OK， 回到正片。那这起事件呢，在网络上就引发了讨论嘛，所以呢，就有不同的单位呢都表示关切。社区安全联盟主席丹斯里林泰呢就强调，马来西亚在法律上呢根本没有一项条例指出国民在更新 passport 的时候呢必须要讲马来话。他相信呢这只是一小撮的官员的个人行为，那大部分的这个移民局的官员呢都是服务态度良好，尽心尽力为人民服务的。但是呢，反观近期备受争议的这个巫统青年团长阿克马，对，又是他，就在脸书上面呢对涉事的官员表示赞赏哦。他更要求呢国会修法，规定马来西亚公民必须要掌握马来语。那他就认为啊，如果那些在马来西亚工作的孟加拉人都能够说到一口流利的马来语，那我们这些自认为公民却又不能说马来话的人呢，又代表着什么呢？再加上呢，又有越来越多的海外公民呢涌入马来西亚嘛，那移民局呢是必须要确保只有马来西亚公民才有资格办理这一个护照的。无论如何，移民局后续其实呢也有发出正式的回应的。总监 Dr. Roslyn Jusso 就表示啊，移民局官员是不允许只是因为这个公众没有办法说好马来话呢，就拒绝为对方更新护照的。他也澄清，移民局官员呢，其实在履行职务的时候，本来就会从多方面去抽查进行核实，但是这一项检查必须是专业谨慎的进行。其实呢，类似的这个情况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去年11月的时候呢，就有一位持有新加坡永久居民身份的单亲妈妈，她就带着她14岁的女儿呢，就到 UTC 去更新护照。但是呢，她也是因为不会马来语而遭到这个柜台人员的刻意刁难。那这一名女网友就解释啊，尽管呢，他们2母女都是马来西亚公民，但是因为从小就在新加坡升学，所以呢，对马来语并不熟悉。她就说，当时的柜台人员呢，就口气不佳的对他们表示，你们啊，拿着马来西亚的这个身份证却不会说马来语，你们是不是应该要考虑去新加坡当公民呢？OK， 这是我个人的演绎啦哈，不然内容大概就是这样。而且呢，和以往不同的是啊，这位柜台人员呢，这次还刻意要求这位女士呢要出示离婚证明或抚养证明，否则就没有办法更新护照。那这名女网友就感到非常的无奈，她觉得自己呢只是不会马来文，全程也都是很有礼貌的在询问流程，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要被这样的无理对待。那柔佛州移民局局长巴哈鲁丁呢之后就有回应说啊，
则柜台人员向女子要求出示相关的文件，并不是刁难，而是符合移民局尽责调查的这一个程序，也就是 due diligence。目的呢，就是为了要确保他们真的是马来西亚公民，并没有要欺负他们的意思。他解释啊，曾经就有一对离婚的夫妇就带着孩子去办理护照，但是当时候因为那个孩子的监护人是母亲，而父亲并不同意他去办理，最后呢就迁入了移民局，所以呢官员才会特别的小心，要对于离婚的情况进行确认。那内政部长呢也在几天之后呢出面去捍卫官员的做法，他说啊，马来西亚公民呢是必须要懂马来语的，官员是有理由去质疑那些不会马来语的申请者的公民身份。他更引用联邦宪法来表示，宪法已经阐明马来语是国语，所以呢公民有责任学习马来语。但是这个说法对吗？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看看实际情况。联邦宪法规定，从马来西亚独立日到马来西亚日，也就是1957年8月31日到1963年9月16日之间，在马来西亚出生的人，无论他的父母的公民身份是什么国家，都会依法自动成为马来西亚公民。那马来西亚日当天或者是之后出生的人呢，只要父母是马来西亚公民或永久居民，一般都会依法自动成为公民的，除非来了啊，除非呢这个妈妈呢她是外籍人士，那么呢孩子呢就必须是在父母结婚之后出生，才能够自动成为公民。那这些公民呢就不需要因为保留公民的身份，包括申请护照或更新护照的时候，去证明自己的马来语能力。移民局网站上的规定的唯一条件呢，也就是透过出示身份证或报生纸来证明申请者必须是马来西亚公民，就这样而已。所以呢，接下来就要大家划重点了哦，不是马来西亚的公民，以规划的方式成为马来西亚公民，是需要具备马来语基础知识的。那谁又是非马来西亚公民呢？主要是3组人。第一，在马来西亚独立日，也就是1957年8月31日之前出生的人，但是他可能没有适当的文件证明，所以他们就必须要申请公民身份。第二，马来西亚公民的外籍妻子。第三，海外人士。那在我们马来西亚联邦宪法第3部分其实是有规定的，除了具备马来语基础知识，这一些申请者必须在过去的12年当中有10年在马来西亚居住。但是呢，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由于没有办法客观的去定义怎样才算是对马来语有基础知识，所以呢，在实际的情况当中呢，测试通常都是由官员主观的去下定论的。内政部在今年的3月呢，就透露他们准备呢简化规划程序中的马来语面试环节。内政部长赛夫丁表示啊，这次简化的目的呢，是为了要让申请程序更加的友善，尤其是针对那些在马来西亚生活了一辈子的长者，他们可以通过日常的方式来提问，以便老人家呢在回答的时候不会感到紧张。马来西亚移民局呢是在1947年成立的。那随着马来西亚成为东南亚经济的中心，就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外国人呢涌入到我们马来西亚里面去投资啦、工作啦，还有生活。所以呢，设立移民局呢，就是为了要管理还有监管国内外的这个人民的流动，来保障国家的安全还有社会的安定。移民局的工作是做什么的嘞？主要呢就是包括1、审核和批准入境签证，这是为了确保只有合法的外国人才能够在马来西亚，避免非法移民、偷渡还有犯罪活动。第2，核发和管理工作许可，这样子呢可以控制外国人的工作机会，同时呢减少对本地劳动的竞争。第3，进行边境控管以及出入境的检查。移民局和其他的执法机构合作，加强边境的安全，来打击跨国的犯罪。第4，要监督外国人的入境还有居留。其实呢，这一些工作啊，对于政府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因为人口统计的资讯呢，是可以帮助他们去制定政策，还有影响国家的这个经济以及社会的规划。然而呢，移民局好像在这些重任上面的表现还值得讨论。怎么说呢？最近呢，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就在一次的这个活动当中，就严厉批评了移民局，特别是针对边境还有机场的管理。他就指出，今年前几个月啊，我们的游客的数量增加了80%，特别是自从中马签证豁免政策实施以来呢，中国的游客是大量的涌入了马来西亚，那这给移民局就带来了非常巨大的压力。那我们都知道呢，机场就是一个国家的门户嘛，游客对于一个国家的第一印象往往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然而，移民局的这个服务呢，却一直的备受诟病哦，像是在去年底爆发的这个游客被关在小黑屋的事件，还有机场官员受贿的报道呢，也进一步的加深了民众的不满。当然，在机场呢，可以抱怨的事情是蛮多的，包括了吉隆坡国际机场的主航厦的这个接驳列车啊，从去年的3月就因为故障停运到现在，已经超过了1年都还没有修复。那机场管理机构的官方解释是说呢，班车停驶是因为这个列车呢已经是服役了满25年，老旧了。
但是呢，关于这个话题啊，其实交通部长陆兆福呢是有在 Kyrie 的这个 podcast 节目 Classic Job 有回应的。如果你想要听解释的话呢，可以去那边找来看。那我们荧光笔在这里呢，就想问问大家，你们认为啊，我们马来西亚的机场给外国旅客入境的这个体验感是几分呢？请打分。而如果刚好看着我们影片的朋友，你是外国人哈，那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真实 review。无论如何，负责国家门面的各个部门呢，其实都应该要携手维护国家的形象，而且呢，这其实也不是形象的问题而已，而是专业的追求。我们真心的很希望马来西亚的各个公家部门呢，都可以快速的进步，尤其是我们国家的守门者。再看看今年3月28日。就有51万人呢从新加坡入境到新山马，就创下了这个陆路口岸呢每日最高通关人次的记录，就造成了一整天的这个交通阻塞。那尽管呢官方声称是已经有足够的人手安排，但是问题还是没有办法被解决。所以呢，我相信就有很多的人都会觉得说啊，到底是怎样的哈？马新关口的这个流动量是这么的大，也不是1天2天的问题。那到底是卡在哪一关让这件事情没有办法顺畅起来呢？会不会有知情的朋友可以跟我们说说，或者是看过新加坡或其他国家处理的比较好的方式，都可以在留言区那边去做建议。好，最后就说回今天一开始的那个新闻。根据2024年亨利护照指数排名显示，我们马来西亚的护照呢是世界排名第12位的，一直都是名列前茅，是很打击的。马来西亚的护照持有人呢是可以享有免签证或无需事前申请签证到183个旅行目的地的。也因为这样子呢，大马的护照一直在黑市都非常的受欢迎，所以呢，针对移民局官员谨慎行事，进行各种的再尽责调查 due diligence 的这个正常询问程序，我们是不反对的。只是要思考的是，是不是只有说马来语才可以证明自己的公民身份呢？那在应付这个庞大的人流量，我们到底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些科技的力量去简化整个流程呢？例如各部门的线上资料系统的统一性。如官方所言的，如果在人手充足的情况之下，到底我们的移民局要如何的去提升它的服务品质还有效率呢？我们在后疫情时代呢，都在致力的在推动国家旅游业的发展，也希望更多的外汇流通进来。我相信每个马来西亚人呢，都会希望我们的这个公家机关呢，是可以更加的专业、更加的有效率的。其实我们之前已经有做过了好几集呢，就是公家机关还有公务员的这些讨论。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呢，都可以去找来看。不过呢，当时候呢，在我们这个所谓的公务员的这一个影片当中呢，就有人留言说，觉得最近移民局的表现不错哦。但是呢，又有人想说，好像有受到这个不合理的对待。我真的非常的好奇，正在看着影片的你最近有没有去到这一些政府的这个部门里面去办事情呢？又或者是有亲身去到移民局，那去更新护照或是什么，你的体验就是如何呢？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期待在留言区跟你聊一聊。我是莹莹，我们每个礼拜3跟礼拜6呢都会上载一支跟马来西亚有关的影片，我们会跟你分享一些历史啊、文化啊，或者是一些社会的观察，或者是一些问题的探讨。如果你对我们的影片有兴趣的话，也很认同我们所做的事情的话呢，欢迎加入会员来支持我们，或者是 donate 也可以，也或者是可以去 follow 我们。如果这些事情你都觉得不想，那帮我们 share 出去哦。或者是点个 like 也是好不用钱的好啦，无论如何，我们希望我们做的这些影片都可以帮助到马来西亚往更进步的方向去发展。希望你可以加入我们，我们下次影片再见。